端午节那天没播嘛，然后完了之后我上周应该是这周四的时候又去拍写真了，所以就没播嘛。谢谢城上的小星星。都双休了嘛，我要是双休我就连续休4天了，你知道吧？我要是双休的话我就连续休4天了，我就是从拍写真到今天了，我就要从周4开始拍写真，端午节，然后周6周天，每到节假日必休。那节假日必休，现在又不是节假日啊，这周6周天还好吧？是的，周6周天算是节假日吗？欢迎 GY， 等，勤奋一点不好吗？勤奋一点，你们多看我一下不好吗？端午3天假，老师，哎呀，对他们来说3天假，对我们来说不放假，是不是？对我们来说不放假，完全没假。欢迎秦调老师，晚上好呀，这么快？对呀，今天小七第1耶，挺意外的。对呀，勤奋一点不好吗？免得又会被别人比下去了。咱们就是要努力一点，不然又被比下去了。必须的。我们可以点点赞哦，欢迎麻酱拌面。不是，小七那边还在谢谢你呢，就过来了。什么？那边还在谢谢你呢？谁？小七怎么又谢谢你了？过2天我可以升13了，我好耶好耶！小七终于可以升13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小七在哪边要谢谢你啊？小七哪边要谢谢你啊？谢完了，你哪边要谢谢你啊？让我听一下是谁，哪边要谢谢你？刚好这样开播我就过来了，那可真巧啊！那我开的可真巧。欢迎愚者自语。把灯关了，一下就变暗了。少开一点点。我今天鼻子都没有画那种高光了，你们欣赏不来我就改了，好吧？我改了高光了。团播，他们团播还没下吗？10点半了，他们团播还没下呀。他们现在不应该都各播了吗？开始这个团播完都开始各播了吗？怎么还有团播？刚下哦，团播刚下呀。谢谢金贵的闪耀，谢谢金贵的灯牌，谢谢金贵的闪耀。哦，他们团播下这么晚吗？我以为，因为我感觉他们平时这个点儿应该都开始他们的各播了才对呀。10点就结束了，是谢榜。哦，10点半。谢谢金贵的5个闪耀，谢谢金贵的5个闪耀。今天周赛，哦，难怪今天播这么晚，原来是周赛呀！我就说今天怎么这么晚，因为我想的是他们平时不应该这个点儿才下，平时不应该这个点儿都是他们各播开始了吗？我们今天才是要早点下，我们今天可能会比昨天早点下，昨天太晚了，昨天1点才下，今天可能会稍微早一丢丢。别说今天是真悠闲，什么真悠闲呀？谢谢白白的灯牌，累熟了。你又干啥了？又累熟了？今天又去哪里？又去哪里暴走了吗？你这是又去哪暴走了？累死了！谢谢练哥的点赞。在南欢，哇，又去南欢了！你真是几个欢乐谷连续走啊！去完上欢又去南欢了，准备下个去哪儿？就看就可以了，什么就看就可以了。欢迎王林，蓝欢收官了，所以说你就去蓝欢了吗？那你准备下一个去哪儿？今天拍了一堆视频和照片，那你准备下次去哪儿？蓝欢结束了，你准备下个又去哪里？欢迎一周。话说我之前还不想去 BW 哦，什么？等我想去了，我跟你说 BW 票可难抢了，我周围的想去 BW 都抢不到票，就是
就是还别说，你等你想去的时候再抢了，他们卡点抢都没抢到的，很难抢的 BW， 我还没去过 BW， 我想说真有这么热闹吗？这么热闹吗？这么多人想去，这么多人抢票，堪比抢演唱会的门票了。谢谢王林的点亮和灯牌，谢谢王林。太难了，没抢过，我只抢过，我长这么大，我只抢过一次演唱会的票，徐良演唱会的票，然后没抢到，太难了，确实很难。然后我再也没有抢过那个票了，太难了，确实，我觉得抢这种票真的好难。BW 不去了，因为你的行程已经安排在欢乐谷了，是不是？拜拜。我看他，我是看他去的，挺可惜的。哦，你是看谁？看子英他们去吗？给他们女团搞收官，你也挺忙的。那你准备下个去哪里？那你准备下个又去哪儿呢？你准备下个去哪？欢迎恋歌。世界之窗在喊我，世界之窗，对啊，妍姐他们不是在世界之窗吗？那个世界之窗，真真和妍姐不是在世界之窗吗？还有申欢，那你可真忙啊！你去了世界之窗，刚好可以去你可以去那个申欢。对呀，他们俩去了，谢谢小七的点赞，他们俩去了。昨天不是在说吗？欢迎棉花糖。你去世界之窗看别人，你要去世界之窗看谁？结果没想到他俩去了，你就顺带一起看了呗，大家都在。什么时候才轮到我的长期线下？真是服了！欢迎812。我们可以点赞哦，欢迎菜菜。而且世界之窗和申欢离得很近，我们之前在申欢的时候，都跑到那个世界之窗玩了，反正挺近的。欢迎端木叶。服了什么玩意儿？还在装修，很正常，还上下床。我们之前在申欢的时候也是这个，也是这种宿舍。虽然说没有看到他们在世界之窗是什么宿舍，但是我们在那个我们在申欢的时候宿舍也很烂。而且你知道我们当时那个我们当时也是上下床，我当时跟子英住的上下床，当时是我子英还有妍姐，我们3个人住一个寝室，就是学校那种上下床，而且它的被子而且它没有被子的，就是我们去的那天晚上临时点外卖点的被套，还有床单，还有棉，还有那个垫在床下面的那个床垫儿。因为它是光木板子床，就你不垫棉被，就它就只有一个棉被，它的下面是个木板子，所以说就是我们当时去的时候环境也很糟糕，就是还要临时外卖一个床垫儿的那种。欢迎老胖点个灯牌呗，老胖。他们那个就是毛坯，比我们那个时候还要毛坯呀，不知道，反正我们那个时候挺糟糕的，而且那个房子也很又小又潮湿，然后完了之后，而且也比较破，反正就挺破的一个寝室，类似于也是上下铺，但是我没有看他们这次是什么样的。没有看他们这次的宿舍，但是我觉得那边的宿舍都感觉比较差，我觉得那边宿舍都比较差，都一般般。又叫骗我，什么又叫骗我？又骗我？咋了？秦江老师怎么就骗你了？不吃亏。就是啊，那个老胖，你又不是没点过我的灯牌，怎么了？你之前不是点了我灯牌吗？怎么了？现在不想点我灯牌了呀？咱们就是要心碎了，咱们将要心碎了。怎么了？我的大小姐，你又怎么了？
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一个宿舍，但是我们之前都是几个人一个宿舍那样的。他们那个房子好像是有四人寝，当时是有4人寝，有6人寝。6人寝就是3个上下床，4人寝就是2个上下床。现在又灰了好看，啥啊？灰了好看，那个老胖真的是，每次你一来，我都要催你点亮灯牌，就是每次一来都要催，你什么时候能够自觉点亮灯牌，那就太棒了，那你就真是一个好宝宝了。好像是一个宿舍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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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8级干啥？但是别人点了呀，大家都点了呀，那是因为别人都是亮的呀，你没有亮嘛？因为他们都是亮的，所以说我没有说他们，因为你是灰的。哒哒哒，当当当当当，欢迎鬼神，那不一样啊。哒哒哒，欢迎24岁版。我15级都不着急，不就是个捏捏小脸的事吗？好吧，那我们不催老胖了。欢迎大人，欢迎茶大人，欢迎影子。那我们不催了，催了也没用，是不是？就是像是什么，睡着了就是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。谢谢小影的点亮和灯牌，谢谢小影。欢迎朝朝如月。要是他想点的话，我们不用催他，他也会点；要不想点，我们催他，他也不会点的。欢迎 Ever。所以说，就是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，那我们就不叫了。你看嘛，谢谢老胖的点亮。谢谢老胖的灯牌，你看嘛，根本要想点根本都不需要吹的。什么时候升级？他那一个16都没有。哦，你是说卷子吗？等等的，叫上我。对呀，点了，老胖终于点了。对呀，老胖终于点亮了，太不容易了，说了半天终于点亮了。欢迎何动力，晚上好呀何动力，谢谢金龟的闪耀，谢谢金龟的闪耀，谢谢金龟。我姐那儿卷啊，为什么会是你姐啊？谢谢金龟的闪耀。我不催，但是不催我绝对不会点，是吗？影子，我今天也没有催你啊，那你为什么都点了？说明你是个老好人，你是个好人，就是不用催也会点的好人。你不上，他叫我上。你进来看老胖想，为什么老胖才给我点完灯牌嘞？16催了好长时间了，慢慢来嘛。15到16要多少呀？15到16是不是很难呀？一点也不动，一点不动。16、15的，就是越往上越难，我感觉15到16也挺难的。那3天后继续灭呗？什么？那3天后继续灭？我又没有说要踢你，怎么就3天后继续灭了？我又没有说要踢你。15点15到16 1万，哇，还是挺多的。我才13哦。15到16重走一遍1到15啊，这么多吗？那确实还挺难走的。谢谢艾文的点赞，那确实还蛮难的哈。今天又是老装扮，我的就是老装扮的猫耳。那我不管，你上一个你不是有一个16级的吗？秦佳老师应该是有一个16的吧？13到16是2万哦，是不是越到上面越难？
真的是不是涨过价了？我都不知道，因为我一直都不知道这种升级的段位是多少。没有吧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是以前不是说那个什么新守护，就是如果你有那个新守护，再加上每天送那个闪耀，好像是说可以每天可以多加亲密度，是不是？那个新守护好像是可以多加的，我听说是这样的。欢迎呆呆。16离我很遥远，命定老师怎么会呢？我感觉命定老师应该不会16离你很遥远吧。欢迎今天8晚饭。慢慢上13的，命定老师多少级啊？在那边？我刚刚看的时候计算过，没那么多。哦，是吗？我不知道，完全不知道。谢谢呆呆的为爱发电，谢谢呆呆的为爱发电，谢谢呆呆。12哦，我就说就是每天把任务打满2万哦，就每天把任务打满是吧？好像是说每天的亲密度好像就是有最高级，就是你到了那个，就是你每天的亲密度打满了之后，好像就不能再上升了，好像是这样说。欢迎农夫3圈，欢迎罐头，晚上好呀罐头。是吧，定定？哇塞，就是咱们就是说的是这么肉麻吗？定定。定定，你们互相喊这么肉麻吗？还有6000亲密度。那个人你可能不太熟，谁呀？谁？我不太熟。我知道啊，我知道，我应该知道吧？应该我见过吧？怎么会不熟？虽然可能见过2次。就他那么喊，谁呀？谁那么喊你？你说一下，我看看我熟不熟？应该见过。那你看，你说一下，我看熟不熟？哦，他这么喊你吗？哦，原来如此，那见过，那可能见过，那确实不是很熟，因为我们只见过2次，噔噔，最高5万哦，每天最高5万，就是5万到了之后，是不是就不能升了？就5万满了之后就不能变什么6万7万这样。噔噔噔，定定多好啊，多好听啊，叠词多亲切啊，显得。你不觉得吗？你不觉得叠词就会显得很亲切吗？叠词。但是叠词有些叠词就会很好听，有些叠词就会怪怪。定定宝宝，哒哒，这样喊我就老胖很安于，那也挺好的，哥哥。比如说妈妈呗，什么妈妈呗，正常点。妈什么妈妈？哪有妈妈？我觉得一般会是在最后一个字加叠词。妈妈，我也是叠词，笑死。那你不是影子，你不就是子子吗？子子。欢迎果然有趣，不要这个定，要命定的定，不要这个定，是不是？不是影音吗？一般不是最后一个字加叠词吗？就比如说影音也行，子子也行，子子儿，你要习惯。如果是罐头，那不就是头头吗？头头，好奇怪的别称。我不想习惯这个定。完蛋了！一旦接受这个设定，是不是太习惯了？你知道那个头头吗？就是，像我觉得每个地方那个头头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头头，就是那个老大的意思，也叫头头，多好呀！叫你头头，说明你就是老大了，头头。
比如说老板、老大就会说是头头，小头，对，也可以指这个意思。谢谢艾文的小星星，一边去。小秦教老师，如果教叠词的话就调调。你要什么调调？你喜欢哪种调调的？这个调调也好奇怪。反正我这个挺好听的。你这个叫什么胖胖吗？老胖。大家都喜欢叫叠词，四川人也喜欢，四川人也喜欢叫叠词。老胖的好简单，总不能叫姥姥了，一般都叫胖胖。对的，胖胖很简单。小小其实挺好听的呀。我高中一个同学，我高中集训的认识的一个女孩子，她的小名就叫小小，我觉得蛮好听的，小小挺好听的。晴像女孩子，调调也可以，调调也可以，晴不行，调调可以。我笑死了，定完了，老胖接受这个设定了，命定，老胖接受这个设定了，欢迎听风。老胖一旦接受这个设定，他以后说不定都要这么叫你了，必须紧跟步伐，调调，太好笑了，一边去。重新切一首歌。欢迎小馒头，你看吧，老胖就在那儿捣乱。谢谢命定的小星星。也在17有小晴、小王子、小晴调调，廖老师。小王子是什么？为什么叫小王子？如果是小晴，我这个都还好，但是我觉得小晴有点像女孩子的那个钢琴的琴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怎么没有人叫小调调的？谢谢老胖的小星星。怎么没有人叫我调调的？欢迎老廖老师，他姓廖吗？廖老师多好听啊，这个名字。晴是不是？对啊，晴就很容易联想到那个晴。我想静，对啊，晴想静，晴想静。我觉得调调还好，晴有点像钢琴的琴。完了跟不正了，完了老胖，一旦接受这个设定，是不是？我笑死。完了，命定老师以后都不想跟你玩了，老胖，以后命定老师都要离你远远的了，老胖。你在那儿接受设定的话，命定老师就不理你了。挺好玩的，我觉得取这些小绰号，那不可能，真的吗？你们关系这么好，不可能，他不会不理你吗？老胖插出去，把老胖插出去。老胖好，老胖感觉是个调皮的，我同意，调皮。不能给别人取外号，以前老师说，怎么回事？对呀，老师说不能给别人取外号，怎么你先开头？定宝宝开始了，去哪儿都说老怪老胖。他现在有时间了，他们是不是打完周赛有时间了？就你取的外号最多，真的吗？老胖取的外号最多吗？欢迎南瓜，都快老胖咋的了？平时都是老胖在取外号啊。平时都是老胖在取外号吗？看不出来哦，看不出来，平时都是他在取外号吗？欢迎别丢分精神店。两个不正之分，什么不正之分？两个不正。谢谢 CB 的加入，谢谢你的粉丝团，谢谢你的灯牌，谢谢 CB 的灯牌。真理也开了，他和他老婆谁？老胖的老婆是谁？
遇事不责怪，老胖怎么？老胖是个背锅侠吗？什么都怪老胖了。佳儿估计要说我的，怎么老胖是个背锅侠了？欢迎无赖，这2天都不在抖音，真不在，同意，笑死。老胖就是纯纯背锅侠了，老胖难过，老胖不说。谢谢艾文点赞，欢迎自流。自流回去了吗？你今天是在家还是在哪？我感觉老胖还是蛮好玩的，一般都是脾气好才会这样，知道吧？脾气好。欢迎长乐回来了，那你是不是今天不能看很久了？自流，不玩了，下线了，各位，好读，拜拜，老胖。真的吗？你都不多玩会儿吗，老胖？欢迎小七，也不是这些天取的。真聪明，好吧，好吧，谢谢小七的小星星。怎么了？不可以拉黑我们老胖，咱们老胖还是挺好的，脾气多好呀，大家都乐意跟他玩呢。我待会儿我就跑路了，行嘞，行。欢迎农夫。我们可以点点赞哦，你也跑路，行，跑，都跑。欢迎浴火重生，一会儿降风了，都跑。欢迎24岁半。今天是不是少开了一个灯？没有啊，我今天其实没有少开一个灯。我只是可能灯光开的有点暗，但是我觉得昨天和前天都一样，难道是因为我没有画这个高光吗？我没有画这个高光，昨天你们说这个高光很奇怪的这个高光吗？所以显得我不亮了，我电灯泡都没亮，我今天的高光电灯泡都没亮，因为我都没画那个，所以我显得自然一点，我就画了一点点，我显得很自然。记得给我录屏，谢谢，好，小七真的杀人诛心啊！我觉得有可能是今天的光开的比较暗，因为我给它调的很暗，我给它开亮一点点就好了。但是我感觉差不多，你看这样是不是会亮一点？但我就喜欢这种淡淡的会好一点，感觉好一点。就这个样子，我以为是手机没开亮顶，还好。我感觉今天的应该和昨天差不多吧，我感觉今天应该和昨天差不多吧。谢谢问点赞，今天应该和昨天差不多吧，我感觉是差不多的。是因为我的这个没开吗？每天都美，欢迎快乐华哥。今天好像大家也都在耶。我还说今天周天会不会大家都那个什么？哇，今天还是好多人啊！哇塞，今天还是好多人啊！看了一下我互关的朋友们，欢迎夫子谬误。欢迎7414。有可能是我感觉今天的镜头是不是有点太下了？我应该把镜头往上升一点点。欢迎纯属瞎玩儿，出去玩啦！拜拜，请教老师，拜拜。谢谢问点赞。完了，我们的话题说完了。
直播间要冷场了。大家都在干嘛呀？大家都这个点儿了，应该也吃过饭了吧？应该大家都在摸鱼吧？怎么都没人说话？刘酱一个人孤苦伶仃在这自言自语。又长长了，还好吧？但是确实长了一点点，我头顶都长黑发出来了。我之前还在想的是要不要去补发根呢。欢迎凭啥说我低？但是我头发确实长得很快，因为我头发发质好，长得老快了，所以说染头发就是感觉半年就会要重新染。我现在先不补，我先不补了，我准备等它长长了之后重新染，但是可能要半年，如果要长到这个位置的话，还是要半年的，半年多，可能要大半年。欢迎热爱。但我头发确实长得很快，我以前每一年我都会剪短发，就会剪到这么短。就以前我在学校的时候，因为学校的话留长发很麻烦，所以说我在学校会剪短发，然后每次都会剪到齐肩的短发，然后一学期就是大概1年的时间，我就会长到齐腰。噔噔噔噔噔，就1年就会长到齐腰，头发长老快了。欢迎小馒头。我觉得离得好近，显得我头好大，我要离远一点，这样显我头小一点。毕业照那个短发很美，我毕业照是长发呀，我毕业照是长头发呀。我觉得我一直都是长头发，我基本上我最短的头发可能也就肩膀往下这个位置就是最短的了。我一般我只有我的小时候剪的是这种耳发，就耳朵这儿的齐脖子的短发。我很少剪这种短头发，因为我感觉不太适合短发，我比较适合长发一点。欢迎勇往直前。可能我定义的短发是在肩膀的，我毕业的时候也没有那么短吧，我感觉我毕业的时候也是差不多在背的那个位置吧，头发应该在背的位置吧。我感觉我上大学就没有留过短发，我上大学基本上剪头发我会剪到就是差不多是背的位置。噔噔噔噔噔，然后每次长就会长到齐腰，就会长到腰这个位置。而且头发长了就会很难得打理，因为冬天会有静电，然后冬天有静电，你头发就会把它给变起来，如果不变的话，它就会有那个就是会炸毛，就会静电炸毛。所以说冬天的长头发会很麻烦，所以说我一般都会在快要冬天的时候把它给剪短，然后第2年夏天就会变长一点点了。欢迎小陈呀。欢迎雪华。帮你打理，这个没法打理。冬天的时候长头发就是有静电，所以说以后我冬天的话都会剪，但是现在还好了，现在我感觉没有特别注意这个事情，但是以前在学校我就会觉得很麻烦，但现在我就还好了。现在我一般都是，比如说他头发太长了，或者是刚好自己要理发的时候，我就会顺带让理发师给我剪一下，然后顺带让理发师给我剪短了。但是我一直都是长头发，我从我上高中开始一直都是长头发的。欢迎小浩。因为我感觉我更适合长发一点，我不太适合短发。我要隔远一点，显头小。欢迎依然如此。怎么今天大家的兴致都不高啊？今天不是周天吗？今天虽然是端午节的最后一天，明天大家要上班呢。
长发及腰，长发及腰也不好，长发头发太长也不好。我想的是什么时候买个假发的短发来试一试，我都没有试过短发。今天怎么感觉大家都没什么兴致？欢迎老七。可能是因为明天要上班，好吧，果然是因为明天要上班。欢迎，原来是这样子。罐头明天也要上班吗？你明天？果然假期的最后一天，大家都不想说话，是不是？谢谢，原来是这样子的灯牌。我还在打白工，没关系的，罐头，想想马上也要熬出头了。他就算再让你打白工，他也不能一直让你打白工吧？你后面还不是要走了？估计也就这个暑假过完吧。24号跑，对呀，就是说喽，你也不能一直待在学校吧？所以说马上也要熬出头了，马上就要结束了，多好，马上要结束了。你其实也不想说话，为什么？因为太累了，是不是 Evan？ 因为你今天有没有上班？上了一天班，是不是有点累？欢迎花落，晚上好呀，花落。回去挣钱，多好，是不是？终于可以开始上班了，就是那种在学校待久了就很想上班的这种想法。心力憔悴累，咋了？你今天没有放假吗？今天不是端午节的最后一天假期吗？今天不是在放假吗？灯牌送完了，亲密度也送完了。哎，耶，怎么回事？花落心想，哎，今天怎么不用营业了？今天怎么不用混亲密度了？欢迎一个糖葫芦。应该说晚安了，我笑死花了，怎么回事花落？每次一来就是跟完成任务一样啊，完成混亲密度的任务是不是？还是怪我昨天晚上播太久了是不是？能者多劳嘛，那肯定是啊。突然步入社会，一切都是怎么那么的好奇。等罐头再过2-3年的时候，你就可能就不会这么样了。就像之前你说你想出社会，就是想上班，我想说，等你真正上班上久了之后，你就还是觉得回学校好了。但是唯一一个好处就是，确实上班可以挣钱。邪恶的毒打世界。我是固定刷新 NPC， 真的是花落，你都每次都是完成任务打卡，完成任务完了就走了。欢迎迷恋香。欢迎松间月。我们今天早点下吧，我们今天今天也早点下，放大家都早点休息，感觉大家都挺累的，也不用在直播间陪着我。上班也不一定能挣到钱，但至少挣到经验。对呀，上班就算其实上班还是能挣到钱呀，不就是挣的多少而已呀。但你也不能上班也打白工喽。所以说，在学校和上班都有不一样的体验。就是你在学校的话，我会觉得相对于工作的话会无忧无虑一点点。谢谢河东里的小星星，谢谢河东里小星星，欢迎星河灿烂。上班就是努力搞副业，但是你上班你哪有时间努力搞副业啊？就你上班，如果就是你的本职工作都很累的话，你哪有时间搞副业啊？而且现在你搞什么副业啊？就是有什么副业可以比本职业要好的那种？5点半下班，那确实可以搞副业。
那我多嘴了，最近心里难受，为什么啊？何动力是因为昨天说的那个吗？跟你女朋友闹别扭了是不是？哒哒哒哒哒哒，那肯定是啊，一分钱一分货嘛。你买衣服都是一分钱一分货啊，那大项目能挣大钱，那肯定累啊。小项目肯定就会轻松一点嘛，就像买衣服也是，好看的肯定就贵嘛。我好饿啊，我去。不是别扭那么简单，是分手了吗？准备去坑我同学去，咋了？怎么坑你同学啊？罐头，欢迎小馒头。我之前有一个老师，就我上高中的一个老师，没吃晚饭吗？我吃了下午饭，我吃了下午饭。不是分手那么简单，比分手还难的事情那是什么？比分手还难的事情那是什么？还那个的事情。我就继续讲，我之前一个老师，就是我上高中的时候，那个老师，他是我的专业老师，就是我当时不是艺体班嘛，一个男生他教我跳舞，但是他搞副业，他的副业很厉害，你知道他副业是什么吗？他的副业是，宠物，就是他养狗狗，就是他养贵宾。他会有一个狗舍，就是那种他会带他家的狗去比赛，然后他就会经常拿那种全国狗的那种什么冠军啊那些，就他狗很厉害，经常拿那种比赛的冠军，然后他就繁殖那种赛级犬，然后就卖狗，他卖狗都比他本职工作赚钱，我笑死，而且他开了一个宠物店，然后就是剪毛啊、洗浴啊这些，我觉得他的副业都能养活他自己。赶紧吃饭去，我就想的是早点下播，太乱了。为什么呀？何动力？没事儿的，我跟你说，再乱时间都会抚平一切的。我跟你说，分手不就2个字吗？虽然还没处过对象，怎么了银子？你从来没处过吗？没事儿的，何动力。时间总能，就是如果你们2个有矛盾的话，就好好解决。就是很多时候，男孩和女孩他们的思想的观点不一样，就是你们要沟通，说白了就是要沟通，说开了就好。如果是这个事情不是沟通就能解决的话，还能怎么办呢？那你就想想，就是怎么说，我也不知道，咱们的感情经历也没那么丰富，实在出不了很好的招数，怎么办呢？宠物行业一直是对啊，但是最近2年也还好了吧？最近2年应该也还好吧？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下，对啊，因为现在养狗的人很多嘛，而且现在养狗年轻化，就很愿意跟家狗子花钱，就像我一样。就是老是就带狗去干嘛的，就像前段时间又带狗去拍照。我跟我妈说，我妈说我找不到事儿做。欢迎晨子，我是去找我同学，他在大学已经这么厉害，我去到了副教授了，大学老师啊，你同学是大学老师，副教授，我去，我的印象中的副教授怎么都是老头啊？还单纯着呢，不是啊？但是何动力怎么会比分手还没就分手都不那么简单呢？感觉还好吧？我感觉2个人之间最大的事不就是分手吗？我去和他搞点合作，那很厉害了，那很厉害了。我为什么印象中副教授都是老头啊？我都不好意思说。没事的，何动力。其实很多时候难受，只要就是难受的，比如自己难受的时候，就是心里卡着一个结，这就会很难受。就比如说像我就是，只要你把它给想开了，或者这个结过去了，也就还好了。
就事情过去了也就过去了，也就还好，也就没什么大不了了。但是我觉得宠物确实挺花钱的，就是因为我之前我家狗老是生病，就是我福宝老是生病，我还给它买了保险。现在学校里很多副教授，真的吗？这么年轻啊？我有时候想的是，这个就是那些医学生一样，那些副教授啊，或者是医学，就是那种医院的副主任啊、主任这些，感觉都是老头。好厉害哦，30多就是副教授了，未来可期啊！这真是未来可期。我那个同学比我早3年毕业，早3年毕业就当副教授啦，那么厉害，真是未来可期啊！30多就副教授了，博士3年制，那可真是以后当成教授、正教授，那不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吗？赶时间赶得好，多好啊！哎，确实，我觉得什么时候命好是最重要的，就运气好最重要的是吧？医学院要单论，对，但是学医就是一直在学，我感觉学医确实一直在学，一直在考试，一直在学。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学医，他就是一直在学，一直在考试，考各种。然后要么就是要么就在医院各种的实习啊、值班啊这些，然后一点假期都没有，就很难。晚安了，花落，我都以为你都走了，太感动了，你现在都还在。好吧，真的要晚安了的话，那你就去睡吧，花落，反正是留不下你的，每次时间一到跑得比谁都快。欢迎凯。现在我们进大学，就是他们之前太多人了哦，压根现在进不去学校。我觉得现在进学校好难哦，现在进学校，说实话，我觉得现在进学校蛮难的。当当，欢迎月溪，祝他10年，好，30多不可能上得了副高。对啊，所以说我一直觉得就是什么副教授啊，什么副主任啊、主任这些都是老登嘛，因为都感觉年龄很大，也不能说他们老登，感觉是老头。明天上班放假还可以皮一会儿，好吧，花落，明天花落几点起床？你几点起床？当当当。确实啊，今天是端午的最后一天哈，以前几篇文章就可以进了。我也觉得现在进学校好难，确实很难，不管是哪个级别的，就不管是小学、初中、高中哪个级别的都很难，就进学校都很难。欢迎不想不动弹，7点到7点半，好吧，那你还是早点睡，吧。那我就不留你了，你这么早起床的话，他们现在考核也难，还要考核呀，我去。当了老师，当了教授的还不安生，还要继续考核吗？太难了，拜拜，花落，拜拜。噔噔噔噔，挺难的，我感觉真的，就是像医院啊、学校这种，真的就是活到老学到老的感觉哈。上海交大医学院。长三角高什么美和高长三角高知美女集中，真假的？人美又高智商大美女，这么厉害吗？哇塞，喜欢了，光这样说就开始喜欢了。欢迎闲着就是干饭，考核不达标会扣绩效的。我之前听他们说医生都有绩效，我之前听我那个医生朋友说医生也有绩效，给我震惊了一下。欢迎泽宝，原来学校也有绩效啊，学校老师也会有绩效。人美又高智，那可真是太完美了。欢迎少年轻狂。哒哒哒哒，哒哒当当当。去过几次，
自己当年应该多努力一把的。哎，我笑死了，是不是感觉人外有人了？是不是？现在学校要自己去拉项目，有项目进学校账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那他们这样拉项目是怎么拉呀？好难啊，我觉得怎么都跟销售有关呢？我感觉就是医生也是，医生他们看绩效也是，就是看病人，你知道吧？就看病人，要留住病人怎么样？我觉得这种病人怎么留住呀？怎么了还希望他们生病咋的了？那医生他们也有绩效，也有什么就是那种类似于销售额那种。我说天哪，怎么这种也跟销售搭上边了？欢迎跳舞熊找企业哦，那感觉好难哦。上交母校都搞定期联谊，为啥你不去？多好！的医学直播又顺利完成规培，40前副主任医师有可能，那也太累了，太吓人了吧！医学直播又顺利，确实他都直播了，肯定能顺利完成规培的。40前副主任医师，那还是挺难的。40前，这种多吗？我感觉应该不多吧。虽然感觉有些医生副主任也挺年轻的，有时候你挂号的时候都能看得出来。就是搞个 PPT 给企业画饼，但是企业他不要求你做出什么成绩来吗？他拿钱给你做项目，但是如果你做不出成绩的话，他不会就是怎么样吗？医学院本身就是全商业化，最好全世界嘛，真假的？那北京呢？欢迎夜深，而且国外呢，我觉得应该是国内吧，国内最好的吧。企业如果只是想拿补贴，可以以 PPT 为主，搞不懂，完全搞不懂。谢谢梅欧老师的闪耀，谢谢梅欧老师的3个闪耀，谢谢梅欧老师。企业会分批打款，就是说，如果你后面没有做出成绩的话，他就不给你打款了，是不是？金贵是学医的吗？哇塞！谢谢梅欧老师的闪耀，谢谢梅欧老师的闪耀。难怪我就说，那万一你用 PPT 给他骗那个什么，骗到那个资金之后，发现根本就做的不是说的一个样子，就是说是一个样子，做出来是一个样子。哇塞，恭喜我们梅老师升到15级，恭喜我们梅老师升到15级，谢谢梅老师的闪耀，欢迎皮皮。好在我没完全搞临床，药学转基础又完全换了学科，没跳那个课，不是，但是所以说金贵现在搞什么？搞药学吗？这个还能转专业啊？金贵的医疗只给官家用，京都的医疗纯市场完全不一样，搞不明白。天哪，搞不明白，原来还有这种阶级之分呢。欢迎估计，只在医学院待过，不在那个圈子了。那你现在还是医生吗？不是了嘎。我现在我那个朋友他就是还在规培，规培，然后就是每次就是约他要提前1个月约，我感觉就他的时间就是每次你临时找他都没空，他们要排班就很麻烦，他的就很忙，节假日也不会休息的那种，反正挺辛苦的，一直在考试。好像你说你这名字好像有点熟悉，怎么会不熟悉呢？你们之前在如果Evan 你之前在17那儿，金贵也在呀。他不做手术的话，可以换其他的医学专业。
调到了完全不同哦，完全不同的领域，我不知道，我都不知道。如果可以重来一次，我也好想换专业呀。可以换其他一些专业，调到不同的领域，那还是在医学这个领域吗？最近组宜昌化工搞了我去，那还是挺厉害啊，那还是很厉害啊，我去，原来搞项目能搞这么多吗？欢迎老猫，噔噔噔，1.0好像喊过他这个名字的调调，是不是？因为金龟一直是真正的粉丝，他肯定在那边过，你肯定对他还是比较熟的。有多少人轮到你这发工资？罐头都说了打白工，还轮到他发工资。我笑死！我一直以为就是那种项目可能都是小，就是几十万啊，怎么这么多？原来项目能搞这么多。但你肯定听过名字嘛？欢迎陆一，笑死了！还拿多少工资？要是拿得高的话，罐头也不会这么想离开了。欢迎酒入梦。分了3批哦，那你们应该拿挺多吧？那你们拿的多吗？那你们和你们平时那个打白工的那个算一个吗？200个不叫多，宜昌算可以的了。我感觉还挺多的，就拿这种学校项目能拿这个数还挺厉害了，挺多了。一会儿又要提起罐头的伤心事。我感觉应该不一样吧，这种我感觉应该是不一样的吧，就和他本身就是项目的工资和本身的工资应该是不一样的吧，就本身跟老师做研究的工资应该不一样吧。欢迎酷发5000劳务，但是我们最多只有500到700。谢谢阿达的灯牌。那5000的劳务是什么？欢迎天空之城。学校拿项目7位数的项目能拿好多个，真的吗？这么厉害？是不是越厉害的学校越容易拿大项目呀？我去，能拿这么多。还有进自己的口袋是2回事。对呀，我就说，不然罐头也不会说打白工了。笑死。噔噔噔噔，学校能排进中国前30。我就说啊，越厉害的学校应该走项目就是拿到那种大项目的概率会越高嘛，就是那种越好的学校越高。欢迎从头再来。哒哒，欢迎清风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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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欢迎梦福，你已经进入状态了。洗了好几个项目，歇会儿。行嘞，其实你都可以不用点赞了，其实你都可以不用点赞了，反正人也少。噔噔噔噔噔，
都可以不用点赞了，反正人也少了，可以不用点赞了，点了也没什么用。可不敢这么说。洗了好几个项目了，总让人联想到不好的东西呢？为什么？洗了，是我想的那种吗？谢谢安东尼的灯牌，是我想的那种吗？感觉人少，两码事，好吧，我本来想说人少了可以不用点赞了，因为点了也感觉也没什么用。我们等到12点，虽然灯牌就下播了，今天早点下。所以是吗？罐头和我想的那个，我们不明说，你就说是不是和我想的那个是一样的？是的，好吧。你晚饭有啥？我还没想好，我应该会出去吃个夜宵这样。然后出去吃个夜宵，然后顺便看看有没有还没关门的水果店儿，买个西瓜，美滋滋。一会儿出去看看。因为我们这附近其实挺多那个的，挺多就是很多挺多那种夜市的，所以说感觉开的就很晚，去找一下有没有开的晚的水果店儿，注意安全行。上有一个啊，我想说什么？我想说就是卡上有一个，那是真的就是你的吗？就是属于你的只有，那为什么有一个，但是属于你的就只有0.2呢？多余的你就想想吧。那你想想，它属于你的这0.2。在你卡里面，但是为什么多余的又在你卡里面呢？它如果完全不属于你的话，它就不应该打在你卡里面啊。它就是打你卡里面，项目里面好吧，里面的劳务费好吧。我就说它打在你里面还不给你，当当可以了，指定的好吧，我就说呢，好吧。慢慢来嘛，慢慢来，反正罐头后面你上班了，肯定就会好起来的。我只是经手，那可太难了，你是经手了是不是？只是从你这过了一遍而已。会计学的操作方式，感觉还好吧。欢迎刘志群，过了一遍手，太难了。摸了一下，然后发现不属于自己，我就占了个人头，太难了，还是有点难哦。就像看了一盘烤鸭，但是不能吃，只能闻一闻味道，残忍之。欢迎 W， 欢迎雨子酱，我们每个月有5个人头。很多人连经手的机会都没有，那些人就是属于是连看的机会都没有，连闻烤鸭的味道的机会都不给了，都没有了。毕业即失业，现在确实，其实我觉得现在其实很多都是这样的。现在如果就是大环境就那样，其实大家很多毕业了都去考研了，就是因为不想上班，因为现在上班感觉找不到好的，对呀，所以都去考研了。然后考完研出来发现还是不好找。欢迎初中。我看一下我的，
上不上班不重要，虽然确实是，但是现在不就是上班才会赚钱吗？你不上班怎么赚钱？虽然说也有方式，就是不上班也能赚钱，但是，你就得靠其他的方式。其实也是要上班才能赚钱呀。面试有个本科毕业就在六安上班了，但是他去考研，毕业发现回不来了。对呀，就是这样的呀，就是很多人他以为就是考了研之后会更好找工作，结果发现等你读完研3年之后又变了一个样子了，又不是原来这个样子了，他要求的可能就更高了。其实很多都是这样的，确实是这样的。所以说当时能走就走吧，读完研发现回来之后更不好找了。欢迎李生意上和项目上，但是做生意不也是上班吗？但是你做项目其实也算是在上班啊，只是说和打工和打工有没有关系？就是打工是给别人打工，一个赚钱做生意是给自己打工，然后上班是给别人打工，是当牛马。欢迎被渲染的孤独。我感觉我这样的话就会亮一点点。欢迎446。上班是打工，生意和项目是技能经验。虽然也是，对啊，上班就是打工，上班就是给别人打工，就是当牛马。但是上班也能学经验呀，是不是？也能学技能啊。也不能说上班就是打白工，又不是拧螺丝这种。但其实日常生活中上班其实也能学到经验啊，学到一些技能嘛，也能积累经验，也算是能吧。欢迎行小日常。等秋天，等下个季节，等到月亮变圆才会回到我身边，要再见面。欢迎小乙。熟悉的感觉。今天为什么都没有人找我玩呢？今天大家都在干什么？我也不想去找他们。我们再听2首歌，就可能就到12点了。然后我们就等熄完灯牌，我们就准备下播了。下播我就去吃饭去了，饿死了。也对，但你等到你以后看到的，只能什么看到的样本量多了就知道。绝大多数人，确实是，我也觉得确实是。有些人他确实是，我觉得这有天赋一说的。就有些人就很适合做生意，有些人他就是只能打一辈子工，但确实是这样的，是这样子的。而且我觉得看命很玄学了，就是说。欢迎无敌暗曲，确实是如此，我这个很赞同的。有些人确实只能打一辈子工，又不是谁都能做老板。
因为老板也不是那么好做的吧，我感觉老板其实也挺难的。选择大于努力，也是，选择大于努力，是的。如果你一开始进入一个好的行业，然后那个行业蒸蒸日上的话，确实选择大于努力了。欢迎810。今天纯坐下了，我们都没跳舞。等我过2天学一些新舞了，我们就可以跳新舞了。最近欠的账太多了，最近欠的舞蹈太多了，要开始死命学跳舞了。谢谢少年轻狂的灯牌，欢迎帕克伦，欢迎皮皮。太会夸了，皮皮简直小嘴跟抹了蜜一样。欢迎3935。谢谢金贵的闪耀，谢谢金贵的闪耀，特别好看。头上2个妙脆角，对呀，我可喜欢这2个妙脆角了，它的出镜率老高了。谢谢金贵的闪耀，谢谢金贵的闪耀，谢谢金贵的闪耀。哇塞，金贵下闪耀雨了，这是金贵在下闪耀雨了。谢谢金贵的闪耀，谢谢金贵的闪耀，欢迎时光。谢谢金贵的闪耀，哇塞，看到闪耀雨了。谢谢金贵的闪耀，谢谢金贵闪耀。妈呀，这谁呀？我的爸呀，这是谁呀？我的大姐呀，这是谁呀？当当当当当当当！我还想说，我今天都没有站起来呢，今天全程唠嗑主播了。今天激情没有昨天那么有，今天激情没昨天激情那么高。我的妈呀，大姐！对呀，我的妈呀，大姐！倒计时3分钟，我们还要等倒计时3分钟完了，我们还要等大家学完灯牌呢。在那边发表意见了，不是他发表意见，是因为福宝他们特别敏感，就是可能是因为户主也不知道什么，就是小狗的领地意识特别强，外面有一点风吹草动，他们就开始叫，可吵了，太吵了，很吵，无敌巨吵。外面有一点，就特别是送外卖的时候，就外卖小哥，我从来不让外卖小哥敲门，我每次就说我就会备注放门口，他就是轻轻放门口这个举动，然后福宝都会狂叫，然后每次他们狂叫，我就知道外卖到了，就是一个信号。谢谢皮皮的点亮，谢谢时光的人气票。但是他们真的很爱叫，我一点都不喜欢这样，因为我们这个地方隔音不好，就是他们老叫，我就很害怕被投诉。欢迎热心市民，保护你。对呀，我自己租的房子，我自己住，但是这个地方隔音确实不太好，所以说我有时候他们叫，我就很害怕被投诉。但是他们真的很爱叫。公寓啊，对，我住的是公寓，因为公寓环境比较好，而且公寓他的管家就是他有那个叫什么，那个叫什么，那个叫物业比较好。欢迎是你，噔噔。峰姐是住的自己还是租的？峰姐是自己的房子，峰姐是自己的房子，我的是租的。对，有保洁，而且公寓环境好一点点，就是住在楼里面的都是年轻人，卫生就会干净一些。比如说像我之前就找房子，有些小区它的楼梯上就是特别是这种老小区，
就是老小区或者是稍微那个就是老年人住的多的小区，就会感觉脏脏的，然后有烟味儿。就是年轻人住的多一点的地方，感觉会干净一点点，而且这个地方周围下面也挺热闹的。我喜欢那种人烟气比较足的地方，就是有夜市呀或者是什么，就是人比较多的，所以说我觉得这还挺好的。在成都买房了，峰姐一直都有房子呀。99.9都是年轻，什么99.9都是年轻？我们可以续灯牌了哟，我们武汉也有一栋楼，全都是年轻。对呀，就是公寓基本上都是年轻人住啊。谢谢鱼子酱的闪耀，谢谢关头的灯牌，谢谢鱼子酱灯牌，欢迎杀生丸。不然就是公寓基本上都是年轻人住嘛。就是那种上班的，在这附近上班的。我是因为喜欢就是我就觉得这各方面都还不错，所以说我就在这住的，而且都在这住了很长时间了。我之前在我上一个房子那儿住，就只住了1年，我在这儿都快住了1年半了，马上都快住2年了。我一毕业我就马上毕业3年了嘛，我一毕业我就在外面租房子住了，这是我住的第2个房子。谢谢奢念的灯牌，一毕业就开始自力更生，笑死！而且我就喜欢这种生活气息很足的、很热闹的。这下面就有公园，然后可以遛狗，然后夜市，晚上就很晚都可以买到东西，然后人也很多，我觉得还挺好的。像有些地方，之前我看到一个房子，就是它各方面都很好，房子也很好，装修也很好，价格也合适，就是太偏了，而且是学区房，它离学校很近，但是因为那个地方太偏了，就是那个地方找个超市，我感觉到走很远，而且它楼下都是那种没有开门的商铺。就感觉很危险，感觉没有人烟气，就感觉很危险，所以说我都没有在那儿住。虽然说我还挺喜欢那个房子的，定位不一样。看看腿，怎么回事？小琪一来就看看腿。谢谢梅有老师的灯牌。别墅区。那别墅区环境好啊，那个地方我觉得很像荒郊野外，我感觉我一个女生在那住不安全，所以说我都没在那儿住。欢迎狗子，好了，我去睡了，好吧，拜拜小琪。欢迎黎平，谢谢西西的灯牌，在成都哦，对呀，在成都。看看还有没有要续灯牌的。要换房，现在不准备换房子，我可能要准备这个房子快到期了才准备换了。我现在先不换，可能要准备到期了才换房子。现在先不换房子，因为我还没有开始找房子。找房子很麻烦的，我找这个房子找了2个月才找到合适的，就是各方面符合我心中要求的，找了很久，所以说我可能慢慢开始要找了，等找到了再换，肯定是要提前找房子的。欢迎9210，你儿心中如水。我们这首歌听完，我们再听一首歌，我们就准备下播喽。谢谢关头点赞，你这个房子还可以的，对，确实还可以的。我这房子其实挺好的，但是就是我的东西太多了，属实是有点太多了。到时候搬家的话，我会断舍离一下。而且我这个房子就是去哪儿都很方便，就是地段还是挺好的，而且去哪儿都很近，附近有满足我所有的需求，就是吃饭的也挺多好吃的，然后还有遛狗的，就是我感觉挺好，我其实对这个地方很满意。但是马上我的房子我这个住的地方可能11月就到期了，所以说我可能我都忘了是10月还是11月，有可能是10月，
所以说我可能暑假之后我就要开始找房子了。谢谢金贵的灯牌，谢谢金贵灯牌。他们现在打 PK 我都不敢接。断舍离，对呀，我就准备断舍离，不一定要为了不用的东西换房子。我也是准备再换一个房子，我就想换一个有阳台的房子，因为养狗嘛，养狗的话，这个地方它没有阳台，因为太高了，我住的很高，我住的非常高，所以它没有阳台。我想有一个有阳台的房子，找一个，就下一次去找。因为养狗嘛，有阳台的话就是通风效果更好一点，就是因为养狗的话它会有味道，就是有狗味儿。虽然说我平时已经很注意了，但是还是会想的是通风效果好一点的话，以后像福豆福宝他们的屎盆子尿盆子就放阳台上了，像他们现在屎盆子尿盆子都放客厅的，就会经常打理。就想要换一个通风好一点的，就是有阳台的那种闲置二手平台。到时候看嘛，找房子是个很麻烦的事情，慢慢找，只能说慢慢找。我们这首歌听完我们就准备下播喽。欢迎摘星，今天有没有想接我下班的？有没有想接我下班的？欢迎不想被画大饼。其实这个房子我还是住了很久的，我住了已经快2年了。欢迎勇敢的心。我们听一首歌吧，我们最后听一首歌，我们就准备下播了。今天早一点下，听个什么呢？听个大石语。当当当。我们听完这首歌，我们就准备下播喽。谢谢罐头，哇塞，谢谢罐头的猫儿，谢谢罐头，谢谢罐头猫儿，哇塞，好看，我就觉得这个猫儿真的很好看。谢谢罐头的猫儿，谢谢罐头，直到现在都很惋惜。对呀，我现在也很惋惜，没关系，我们以后等后面吧，我就说着玩的哈，好像只有颜色，哎，什么颜色？我刚刚不是粉色的吗？这个猫耳不是一直都粉色的吗？等到以后看看有没有机会再把大家聚在一起跳舞，看看有没有机会吧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再就是能把大家聚在一起跳舞的话，就聚在一起跳舞，再跳一下。哦，是，大家都发展的不错，真的吗？现在大家发展的不错。老板有工资的就是不一样。谢谢金贵的7个闪耀。其实我也很惋惜，我觉得真的以前那个团就非常的好，你如果能一直做的话，肯定能做得很好的，而且能做得很火的。可惜了，太可惜了。不过也没招了，过去了就过去了，看看以后能不能有机会跳舞吧。其实我感觉我们几个还好，就比如说像我峰姐，像我小峰，还有真真元宝、颜九，就是我们几个的还好。我们几个如果后面真的想一起，就是一起跳舞之类的，还是可以的。就比如出一些视频啊，这些都还是可以的。对啊，要往前看。当当当当当，欢迎坏坏，哈哈，看看以后有没有机会嘛。要是以后有机会给大家返场一下，要是没机会那就算了。对，还有英姐，确实就是还有英姐，天哪，我忘记了，怎么会把我们英姐忘了？到时候有机会的话给大家返场，没有机会，如果大家都很忙的话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欢迎金宇。还有要续灯牌的吗？再问一嘴，还有要续灯牌的不？我们今天也是做了一整晚了。过去，忘掉过去。还有要续灯牌的不？我们还有最后的1分钟了。刚好12点10分。对的，
刚好歌也只有最后1分钟，卡的真好啊，这个卡的。哒哒哒。过去，忘掉过去。好了，我们要准备下播了，大家也早点休息吧。明天大家还要上班哦。今天谢谢金贵，谢谢金贵给我看的闪耀语，谢谢你的闪耀，谢谢金贵的闪耀，谢谢罐头的猫儿，谢谢罐头。大家早点休息了，晚安晚安晚安金贵，晚安罐头，晚安 ever， 晚安鱼子酱，晚安恋歌，晚安深念，晚安 Y， 晚安家们，拜拜拜拜，好读，吃饭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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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早点休息了你们，拜拜晚安。